酷鹏来台成绩如何？市场冲击与未来发展剖析。嗨，我是电商 Tony 陈，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哦，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的变化，聊一下我可能看到的产业的动向，或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发展。那这是我们就先来聊酷鹏，这个正在入侵台湾的电商巨头哦。我们会先聊它现在发展的怎样，然后我会预测它未来会做什么事情啊？那你也可以参考看看，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生意的布局。先讲一下酷鹏是谁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就韩国 Momo 嘛。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好，它是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就 Momo， 韩国的 Momo 哦，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 Momo， 被誉为韩国亚马逊哦。那为什么会叫韩国亚马逊？是因为它真的就照抄亚马逊，而且它有做起来，这就是它猛的地方，而且它做了很多亚马逊没有做的布局跟事情，像外送，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机车车队这样。好，那我们先聊酷鹏在台湾目前做的怎么样？先说结论哦，血洗台湾市场，血洗，而且它还要加大力度，这不是我随便讲的哦，他们 CEO 自己说的。来，你看这个标题叫做酷鹏砸钱，行销副作用来了，2年来首度单季亏损，为何 CEO 还是对台湾非常兴奋？真是变态啊！真的赔钱还很兴奋哦，股东就不开心，然后 CEO 很兴奋。好，来，那他们的成绩怎么样？这个根据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推估，哈，这个重点我把它画起来，我把它念一念，哈，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就是写酷鹏去年台湾市场的营业额可能推估不超过1.61亿美元，约新台币52亿元哦。然后这个数字还不到 Momo 营收的5%。但从营业额看，连台湾前3大的电商都排不上，离博客来的59亿元不远哦。主打母婴用品，这个是元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推估，他们是去看酷鹏的财报哦，应该是有一定的准确性。他们推估不超过1.61亿美元，台币52亿。你不要忘记酷鹏来台的时间呢，2022年10月，所以2023年只能算他们进台湾市场的第1年哦，什么人都还在招，都还在练哦，仓库都还在盖，而且他们的主力初期只放在母婴跟食品，还不是全部的品项。今年的营收势必非常的惊人。我们再对比一下 Momo 的年营收哦，来，这是我整理的表格，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念哦。就年度有分2020、2021、2022、2023。24是今年还没过完嘛，好像就算了。好，那全年营收跟成长率，这个是 Momo 的营收吼。来，2020年672亿元，2021年884亿元，成长率31.5%。2022年1034亿元，好，首度破1000亿，成长率16.97%。2023年是1092亿元，哦，成长率是5.61%。来。你看它的营收吼，从672到884到1034到1092，可是它的成长率啊，从2021开始的话，从31%成长到17%，到现在5.6%，血崩对不对？好，那成长放缓是 PC Home 搞的鬼吗？你觉得是吗？吼，那不可能吧？然后就是酷鹏啊，你看那个 Momo 吼，年来的营收这是2位数成长，酷鹏一进来。就从他的2023年10月一进来，他营收成长剩5%，很恐怖这很夸张酷鹏刚刚不是有讲，他做了50几亿第1年，对啊。然后你要知道酷鹏现在在干嘛，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酷鹏就咬走了 Momo 的一大块肉，他选母婴母婴不就是 Momo 女性消费者族群里面最核心的轮廓吗？然后你看如果你是一个平台商，你敢去别人国家就直接挑人家最大的王者的最强的会员最强的母婴市场啊，直接去跟他单挑人家敢啊，对啊好，来酷鹏现在在干嘛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酷鹏就是咬走 Momo 的一大块肉。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 Momo 的会员本来就一大部分就是婆婆妈妈，不信你看你来看这篇。那标题写电商看好龙年生机生小孩的生 ，Momo 春日妇幼展预估业绩增40%然后他写国发会推估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突破15万，年增逾8%台湾线上零售龙头富邦美推动什么春日妇幼展千站品牌大集合什么有没的 ，OK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看一档活动里面抓40%的业绩都是妇幼用品带来的，
然后这一块的受众又是 Coupon 现在在台湾推的主力，这绝对是就是影响到某某的业绩。这个也很好理解，就邦宝适尿布都是邦宝适哦。我跟你说哦，母婴我们的经验就是母婴的人他们很认牌子，极端的认牌子，因为怕对小孩不好，所以不敢用一些仿品、替代品二三线，所以尿布就是邦宝适哦。那谁便宜买谁嘛，反正就是邦宝适嘛。奶粉哦，就是那个丰利富。OK， 谁便宜买谁不就是这样啊？对，就是这样哦。所以 Coupon 他刚开始要抢人家市场，就是赔钱来卖哦。现在啊 ，Coupon 又怎样？狂盖物流中心，1年内启用3座，1年内启用3座。来，韩国亚马逊酷鹏在台资本额激增到某某2倍，1年启用3座物流中心，一片尿布背后的电商大火拼。我在之前的影片的八卦也有讲到，在大园哦，桃园大园那边。那个仓库真的很规模，真的是他妈夸张哦，跟很巨大。这个不像是台湾企业哦，台湾企业要有这个手笔也是龙头企业，对啊，那个仓库规模真的很大，就是你开车开到那个仓库的阴影，天就黑了，然后再开，然后天又亮了，因为那个影子，我说哇靠，这么大的仓是啥小？按照Coupon先盖，里面都还没填满不行，为了产能，为了未来他们都要先盖。那这样就算了他还帮物流中心打广告标题我念一下 ：Coupon 酷鹏物流中心将引入首座库粮专区，应援第一线员工。它的内容就是说，除了设计大量的通风设备以外，还会提供大量的冰块、冰棒、运动饮料一大堆食物，并且提供数十台冰水饮水机，反正就是给物流人员一堆福利。你有去过物流中心就知道，那个环境真的很不 OK， 就闷闷的，不太通风这样。那这边的人也非常之难找，那个少子化缺工，那个仓储物流业也很凄惨，对不对？所以现在提供福利他们也是加钱抢人呢，抢到附近的仓储都没有人可以用呢。现在大园仓的上班的人，你猜怎么上班？你找大园当地不是呢？他们都必须开专车从那个中立跟八德上班专车、游览车这样，不然真的没有人啊。当地都是老人跟小孩，怎么弄然后他抢的那个薪水又超级之高。台厂给不出的薪水就先抢人，那赔钱做，你遇到一个就是来跟你赔钱做生意的，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想人气那么贵，一个仓库几百平甚至几千平那很恐怖。你看过那个仓库你就知道，来开冷气，你要不要算一下一个月电费多少？所以这个广告宣传会很吸引到很多从事物流的专业人员。对啊，想说那我一天上班吃3根冰，好我就赚到了，我就至少省个100多块200块我是物流人员，我真的会起心动念，我要去，就这样。是我也去了是你也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酷鹏目前正在加强台湾市场的基础建设布局，而且是很认真的，真枪实弹拿钱来砸。不是像是谁我就不讲谁得罪谁，他们一直讲说我们新计划，然后屁都没有这样。好，不然你看 Momo 跟 PCO， 他有在盖物流中心他们怎么就没有弄一个新闻稿来说自己对员工的福利有多好再来你要知道酷鹏未来想做什么。那最后我们来聊酷鹏想要做什么。先讲短期目标，这个是已经很明确的，就是他会把大量的韩国产品到来台湾。就跟中国现在在做的事一样，我是有证据的你看，我还去找韩国的新闻，好来，这个韩国的新闻来我念给你听。最好是我不会，我看不懂好 ，AI 翻译，然后 AI 翻译已经比 Google 机翻好很多了，它那个词义都照顾得到。韩国新闻我就直接把它念一念酷鹏将支持选定企业今年年底前通过台湾酷鹏应用程式 APP 内的商品注册和曝光进行当地销售。反白话就是他在韩国找一批企业，要一起把商品卖来台湾，然后这个计划是进行中的。那你再看这句，一样是那个韩国的稿子这项事业是由中小风险企业部支持的，旨在支援有海外进出能力但资源不足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是大中小企业农渔业合作基金会。政府的力量那韩国政府的行动力不用多说了那应该是厉害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举国之力要来支持这个酷鹏的登台计划。不要忘了，台湾人本来就是很哈日韩，而且韩团的影响力一直扩大，没有停下来的势头。像我们现在不会觉得说日本团体有什么国际化还是有，但是跟那个以前黄金年代差很多那现在韩团恐怖人，连欧美都在听阿帕次嘛，对不对？跟那个火星哥一起唱有够洗脑，没事不要去听。
对日本跟韩国的支持度非常的高，所以韩货大举来台势不可挡。长期的计划呢，我刚刚讲短期嘛，就是先把韩国货到来，那长期计划是什么？我猜，这都有作业可以抄，这个好像也不用猜，订阅制会员制，他们叫做 Rocket Wow。为什么我会说酷鹏是韩国亚马逊？就是因为他们也有搞自己的付费会员，而且真的就抄亚马逊哦。会员服务有哪些？来，第一个免费退换货，第二个免费观看 Coupon Play， 就是线上串流影片，像 Netflix 一样，最新韩剧都有。这个很有吸引力，对不对？第三，商品折扣优惠，好，就你是会员，你比较便宜哦。第四，优先配送哦。会员可享特殊配送比方说晨配送3小时到货。好，你看这些服务除了串流服务以外，是不是都跟物流有关？所以物流是基础建设，他只要把物流都处理好那就可以来卖这个会员。然后人家半信半疑买了一次，然后送你用嘛那因为一次两次以后，再换去其他通路来订，还是会回到Coupon，因为快又方便品质好这就是物流基础建设的实力。其他的企业投资不了那么大的基础建设，就变成说要怎样跟他租仓库，我干嘛要去租，就会变成这样。Amazon 也是，就全力去弄这个基础建设。好，那之后就形成了它一个竞争上的护城河。串流影片也是小问题虽然这个跟物流没关但那个韩剧的影响力，我看我那个同事在追剧都追韩剧中午吃饭拿出来追一下，追哭了。这个感染力很强。我看他们看台剧从来没哭过，就这样。你看这张图，这也很夸张。我刚刚不是讲到有一个叫那个他们的会员叫 Rocket Wow 吗？你看这张图，超过1/4的韩国国民是 Rocket Wow 的会员，你不觉得很扯吗？韩国5000万人，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说1400万人有买这个会员，很猛呢，真的很夸张呢。你说他物流东西都盖成这样了，弄一个会员制真的是水到渠成，他就会做了最后我建议最好避战，小心为上那最后就到给建议的时候，我自己这样一波看完了，我只会庆幸，幸好我不是Momo或 PC 用的人，敌人真的是太强大了，台币战士来赔钱的，打不赢了。幸好我们都是品牌商我们还可以怎样躲在旁边猥琐发育猥琐发育，很明显的，未来Coupon的攻势只会越来越夸张。那又要讲回我不是说什么硬要广告硬要带货，不是，就品牌官网Coupon要大牌子对吧？你现在你自己创业，然后弄了一个没什么人听过的母婴品牌，他不见得要跟你采购，他跟采购你以为很好，没有你麻烦大了。你的货一旦跑不动卖不好，他立刻低价出新折售，会让你全部的通路死掉。这个是酷鹏他恶名昭彰的事情，很多供应商都互相协议好，就是不要供货给酷鹏就是这样，它的破坏力太强，副作用太大了。你又是小牌子。人家是要花钱买断货的，他当然要买断跑得动的大牌子，他来做小牌子，这不对劲。好，那你做小牌子，你又不会被青睐，那你要怎么办？猥琐发育你去平台，你上 Momo， 你上 PC 用又被Coupon这样子针对。现在还有淘宝499免运，然后还有个更扯的叫拼多多，你没事你也可以去看，拼多多没有很烂真的没有很烂这我讲八卦再讲好，总之就是品牌官网自己养自己的会员，你目前最好是走这个路线。这个目前大概短期的2-3年之内，你就先做就对了因为大的平台都被Coupon正面对干到无法喘息。好，那你还去你就躲在旁边猥琐做自己的会员，发自己的 IG， 拍自己的影片，慢慢累积自己的受众然后就这样慢慢把它弄起来。好，弄起来以后，看巨头们到时候要不要来跟你进货，再跟他谈条件未来这个Coupon的攻势只会越来越凶猛而已，它的那个仓库有的还在盖那都万平呢那你到时候是依赖在这个大平台上，你看那个你要做到Momo的最大的店吗？人家成长率都破1000亿没错，成长率剩5%呢。对大海量的人跑去Coupon，那你要去Coupon里面做最大的供应商吗？人家又看不上你，那你怎么办？自己干自己做品牌官网。好，那你没有未来的品牌官网未来绝对会被波及。怎么波及？就是某某跟 PC Home 要求你降价给他们，或参与行销活动赞助广告这个你应该都有经历过。但是以前我们只是往内互打，岛内互打，对不对？大家就这么挨了。现在出现了一个黑船来袭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你还不闪远一点？我建议你先顾好自己的品牌官网。
然后在旁边猥琐发育、隔山观虎斗，可能才是近1-2年比较理想的现象。你成为大品牌商的供应商，真的会被要求降价，他不要你降价，他打不赢Coupon啊，降价你又没有利润哦，那条件又那么多，你自己做吧哦，自己做吧。然后宅配或什么，虽然没有人家物流那么厉害，那就是黑猫或宅配嘛，就是这样。那你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人家要跑来你的品牌官网跟你买，而不是上Coupon上某某就可以买？它还有折扣嘞，它还有那个虾皮的点数可以换嘞，还有虾币可以用，它为什么要跑到你品牌？我们要去思考这一题。可能你很稀有，可能你是 YouTuber， 可能你是 KOL， 那你就自己卖哦，然后自己卖怎么卖啊？就是盖自己的品牌官网卖，把人家引导到这里，慢慢做，这样就好了。猥琐发育哦，在我看起来才是现在的王道啊。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为什么你该注意酷澎哈。我先分享了酷澎的成绩单，2023年年营收推估为新台币52亿元，仅为 Momo 的 5%， 这已经逼近博客来的年营收了。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酷澎加入战场以后，Momo的年营收成长马上从2位数掉到1位数。现在啊，我又提到了韩国政府支持酷澎哈，它在海外哈生根的决心。结果1年以内盖了3间物流中心哦，然后还有发新闻稿来宣传他们的物流中心员工福利多好多好，冰棒随便吃这样。那最后我跟你分享了酷澎未来的计划，已知计划是它会把大量的韩货到来台湾。哦，这个也是获得韩国政府支持的。再来是未来哦，他们会发展订阅制服务，势必再咬掉 Momo 的一块肉，因为 Momo 现在也在推订阅。好，我最后的建议是，这种神仙打架，我们躲旁边看就好了。最安稳的做法，还是守着自己的1亩3分田，先看外面乱世怎么处理完哦，然后再做决定，会比较理想。盖自己的品牌官网，专心经营自己的会员，巩固这些会员消费者，这是目前我看起来的最佳解。好，讲八卦啊！你以为Coupon不紧张哦？他也超紧张的啊！他在紧张什么？我讲给你听。来，淘宝人民币好像99免运，对不对？那随便你加几件东西就跨海来就免运了。然后最近还发生一个新闻，就是那个你的包裹掉到海里啊，叫反正就是怎样啊，海象不佳怎样哦，然后有些人没收到货，然后再弄赔偿，然后大家觉得很扯。好，淘宝99免运，然后我跟你讲一个，我刚刚有提到拼多多嘛，49免运，49块人民币免运。好，拼多多吼就什么砍一刀哦，很有名，什么有没的，但我说真的，它不烂哦，它哎，这个要怎么讲，又是另外的故事了。总之就是说，消费者跟商家谁是坏人？他预设商家都是坏人，然后他赌赢了哦，他赌赢了。有一个东西叫仅退款哦，仅退款就是消费者只要不爽他就退，而且这个退款超恐怖，你只要申请仅退款，然后按确认以后，都还没有派物流来收走你的货。我现在讲中国当地啊，都还没有派物流来收走你的货，回去运作检查以后才跟你没有，你申请好，他就派物流单子准备来收，钱就打给你了，超快，快到什么程度？快到我之前看那个有人分享17秒。好，这会不会产生大量的薅羊毛党？当然会有啊，厂商也反弹得很剧烈啊，那这样的你就对哈，但拼多多做了一个豪赌，就是说他赌消费者好人比较多，他赌赢了。对，那现在仅退款变成一个公行的政策，就是大家都会仅退款，然后确实有羊毛党，那也有相应处罚的机制，就是那个你都乱买，然后你就退，或是仅退款就仅退款，他钱给你，然后货他也不收回去哦，这种东西都有。消费者还是好人多，他就预设商家这是拐瓜裂枣，就出台这个完全偏向消费者的政策，然后淘汰掉了一批那个乱七八糟的商家以后，确实现在拼多多就形势就稳定下来哦，不然那个之前的淘宝快被拼多多干掉了呢。好，那我们讲回来，海外的巨头也都把魔爪伸向台湾了啊。你看淘宝之前台湾淘宝之前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之前大概在2019吧，被立委密室会议赶出台湾。哦，淘宝台湾其实有进台湾过，然后那时候举办了一个节目，我还有去他们受邀参加他们的茶会什么的。好，就是说举办一个活动，60秒之内全站你去加购物车，你就去加吧，去吧哦，随便你按，你要按电视都行，你就按，然后60秒一到 ，OK 好。他把你的购物车全部清空哦，全部清空就帮你买哦，就这是做噱头，干好屌，是我就先加电视再说哦。
然后就被立委们门关起来，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大家不是说立委很白痴、很智障、很无能，可是立委在保护台湾的产业啊。你说这中间有没有一些油水？我也不知道，但他在保护台湾产业啊。如果你早就让那个淘宝来台湾，从2019发育到现在，那么还得了哦？好，现在又回来了，而且他们回来就如此的光明正大跟激进，就是忠孝复兴直接贴广告哦。拼多多还没有正式的杀入台湾呢。好，还有谁？那个 Temu，还有谁 ？TikTok 小黄车，还有谁？Shein，还有谁？全球速卖通，这些都是王者等级的通路平台，都是国际等级的呢。那他们都还没有进到台湾所以酷碰现在在干嘛？也很明白，先抢速度，先拼速度再说了，就这样。他现在应该都还是积极扩张投资的阶段，还不能收割。他之后收割也不会舒服的，因为那个国际的平台都还没有过来。我跟你说，Shein如果在主打台湾市场，他现在在台湾市场有没有广告？有，你有时候滑一滑能看到，但是这个不叫大打广告。等到 Shein 开始来疯狂的大打广告的时候，到时候他台湾地区1个月的广告支出到$100万都很便宜，对他们来说都很便宜。然后他直接就会拿下台湾广告市场。那些国际巨头就是这样。我们要认清自己台湾对人家来讲就是一个省的大小而已然后又有统战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们很愿意投资啊赔钱做也没关系啊。好，那今天是这个韩国他没有什么统战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开放给他。那如果是淘宝，如果是拼多多，如果是 TikTok 小黄车，你看 TikTok 小黄车为什么到现在台湾还不开？东南亚都开了，为什么我们不开？一样金流的问题政府有在运作，投审会不让他过，很多啦。我们咱们让讲，现在看起来是平台大乱斗，而且台湾都被他们提上日程。你说他们做得好好，他们去做海外，去做欧美，去做大陆，干嘛要做台湾？人家就是想要那不计成本的想要那你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是猥琐发育，先躲起来，在旁边看情况再说。那你都在创业、做电商、做生意了，你不能够说做出自己的流量，然后引导到自己的官网，然后正常的出货，养得起员工的话，就不应该做就不应该做。电商的门槛现在非常的高，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说，为什么人家要跑来官网跟你买东西，而不是说我是虾皮买一买就好？你不觉得虾皮人家又可以什么虾皮的店去取嘛？那表示什么？你的可替代性太高人家去虾皮找一找就有不然找一找就找到大陆去了。那我们都要有开发产品的能力，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但这个讲会太久，就先改天再说。开发产品的能力，然后引导到自己的官网。你最烂，你不是官网你也可以啊你叫人家加赖然后汇款会报后5码，这都可以。有一个很多牌子的甜点蛋糕啦他们也是蛮扯的，都已经摆到全省有柜了，也没有官网，然后就在那边叫人家加赖然后加赖以后汇款，好，汇款以后回报后5码全部都用赖解决，可不可以？可以啊，怎么不行？人家全省都有柜，对，所以你官网只是让这件事情自动化然后去照顾会员，发动很多折扣优惠的自动化而已。要做这件事情就不要真的去虾皮开店，然后在那边骂虾皮抽太凶或是什么有没的。这个才是品牌官网之路这条路比较长远。不然你看那些做虾皮之前不是很掐牙吗？很唱秋吗？都是我做虾皮让他1年赚3000万，然后开课一堂课5万。我没有说他们不好我有朋友也有去上，然后也做得不错，但就跟我说很苦啊，就是你便宜一定有人比你更便宜，然后大家拼什么？找货源，然后很炒短线。你进了一批货卖不掉，你库存就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归根究底是通路商的思维跟战术，但就不是他自己的品。他们最厉害就是做到说，你现在要这个很夯的爆品，只有我有。好只有你有，看你卖的那么好，上游工厂又有心思，还要断你的货又干嘛了？到后面都在玩供应链，不好玩了就是你玩供应链，你眼里有谁？供应厂商，然后叠对叠你是做生意，电商生意，为什么你眼里是供应厂商，不是会员？好好去照顾你的会员，这个才是我认为的品牌长期的那个电商之路。现在大风又吹回来了，就是品牌官网这件事情，没办法，那些商家太凶残了，平台上太凶残了，虾皮这样子，算一算它抽到9.5% 了。
哎呀，你要怎么弄？然后自己的品牌官网就还好。我们在业内我们感受很明显哦，大风开始吹回来了哦，那就加油吧哦。那你做品牌官网，你既然都做了，你就是要去照顾你的会员，去把会员的粘着度做出来，不要到时候人家虾皮发个5块虾币，又把你客人抢走了，这都不对。你就是要有个独特性哦。比方说网红、网美、YouTuber 他们开自己的网店，这件事情我认为很 OK 哦。为什么？因为它有独特性。去做做看嘛。如果你的流量都是投广告投来也可以啊，哦，那你就很容易变得不新鲜哦，就是人家一下子就你是谁，然后有类似的东西比你便宜，他就过去了。但我乱讲哈，如果今天是异色档案，因为刚才拍相关的片哈，异色档案的 YouTuber， 然后他在鼓励自己的首创啊什么，请你去买，然后他贴的是他官网一样有单啊，对啊，我们要做这个东西，你就说我是做电商，我不做 YouTuber， 你错了。流量是一切的制高点，流量是一切生意的制高点哦，比金流还要更高。谁有流量，谁生意就顺遂。所以我们都在做电商，我们在想的事情哦，最核心是什么？我们要搞流量，广告投放，这是一种搞流量的方式而已，手段之一。核心叫做我们要去搞流量。那搞流量，我非常的鼓励你去拍自己的影片，做 YouTuber， 做 TikTok， 做 KOL。为什么？因为你会拿到大量的免费的流量哦，这个又太远了，这个以后的深度分析再来讲怎么搞流量这样。好，那今天的coupon就是这样为所发育吧，我们大家先归起来先认真照顾自己的会员，很快大概在1年尘埃落定到时候平台就被迷迷毛毛了那到时候我们再看要怎么去迎接这个人家在打扫战场的阶段，看能不能吃到一些什么豆腐。跟你分享，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 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